是什么意思？我对这个事情我感觉非常不好，一种米养100种人吗？觉得他们的社会不像我们小时候。他说老爸你也太抠了吧。分享一下关于我和我儿子的傻人傻事。我想跟你讲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在我小时候，就我念6年级，我在离家5、6公里的一个大学，复旦大学，晚上参加自习，晚上我一个人骑着车，我看到有一个人，他说他需要帮助，他是把我拦下来的，感觉衣衫褴褛，是一个外地人。他说能不能给我一些钱来帮助他回家买车票，他说你给我2块5毛就好了。我其实身边正好有，在我们那个年代，也就是90年代90几年的时候，2块5是很多的钱。我犹豫了一下，我还是给他了。他说你放心，你把你的地址写在我的这个信封上，然后你把它写上去以后，等我到家以后，我把这个钱寄给你，邮寄给你。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把家里的地址，我自己作为收件人，我都写到了那个信封上面。回家以后我也不敢告诉我爸妈我花了这么大一笔钱，我到现在脑子都能盘旋出，我趴在窗口然后在想什么时候他会把这2块5毛给我，然后那种过了1周2周1个月，我就知道他再也不会还给我了。但那时候那种懊悔的心情，想哎呦这么多钱呐，他就说一种不解，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钱，我从来自己连固定的零花钱都没有，花了这么多钱给他，那种后悔的做了傻事的后悔的情绪，到现在可能还会泛起一个小的涟漪来击打我。第2件事情发生在30年后，也就是前几天，它发生在我的儿子身上，也是你的儿子身上。我跟他，你去逛商场了，我和 Wilson 去吃怡宝鸡丝河粉，在那家 Damansara 还不错的店的门口，有一个老奶奶，她也是花白的头发，矮矮的中等身材，她呢在那个门口推着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像婴儿车一样的，上面放着一些娘惹的糕。但是那个上面有个小小的纸牌，上面写就说如果你给我$1的话，你就可以 save 我这一天。我跟我儿子走过去以后，又把他拉回来，我说看到吗？这个老奶奶只要给他1块钱就可以支持他这个一天生活的更好。所以他不单单在卖，他的生活说明也很艰难。所以呢，我呢就拿出我的一些零钱，大概1块钱的那种令吉的纸币，拿了3、4张，正好有这么多，我就去给了那个老奶奶。然后我跟他说我不用买，就给你就好，我就走了。我也不希望他难堪就走。没有想到 Wilson 坐到那个店里，开始点完菜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老爸你也太抠了吧。我说啊，那你觉得该给多少？他说给20吧。因为我说那个太多了，因为人家要的是1块，而且还是送东西，你给20呢，太大程度的改变了别人的东西。但是过没多久，他又跟我说，老爸能不能先去结账？我就懂他的意思。我说好，你还是想给那个老奶奶是吗？他说是的。我说那你觉得该给多少？他说这样吧，能不能现在就结账，给10块钱？我说那你能不能你自己去给？他说可以的。所以就有这段我拍下来的录像，他就蹭蹭蹭的跑上去，给了老奶奶10块钱，又蹭蹭蹭的跑回来，就跟30年前的我何其相似。但是我想他应该不会再有那种懊悔。然后发生的地点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发生在寒夜的上海，这个是发生在4季如夏的马来西亚。你儿子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不求回报的，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是，但都是2件傻事嘛，是我想要分享。所以我又查了字典，为什么我想讲这个话题啊？我就查了字典，傻是什么意思？其实傻有2种啊，我可以看啊。第一个傻呢是叫愚蠢、不聪慧，那它指的是在智力上的欠缺，这也是大家有时候听到傻会觉得它是负面反这个贬义词。但第2个傻是忠厚的意思。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种忠厚，因为在我们的身边就碰到过很多坚持自己原则在做着我认为感觉是有些傻，没有想到会这样做的事情的一些人和事。这就是班级里面的同学家长组织了一个叫 play date， 后来才知道说是这一个 play date 应该都是我们1月份加入的这个新生嘛。组建这个 play date 它的这样一个原委，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位澳大利亚的转过来的一个小朋友，他性格相对比较的内向，好像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跟这位妈妈反映说自己的孩子好像适应起来挺困难，其实觉得挺难受的，在这里觉得很孤独。就是听到了这样一个叙述，我们这一位马来西亚的这个妈妈把我们所有这个1月份入学的男孩子们
召集在一起玩。对，我还记得第一次玩是在他们家附近，他的安排就是先去打保龄球，打完保龄球在外面大家一起吃一顿饭，接着就是回到家里面，大家男孩子们可以打游戏，也可以去这个游泳池里面去玩耍。但是他就一直强调的说，这个事情他一个人能够 handle。你能够想象，就是一个妈妈要负责4、5个精力旺盛的男孩子，而且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迟到了有1个小时。对，人家妈妈一点都没有责怪我们，然后坐下来就跟我们去聊天，而且聊好之后就赶我们走，说你们2个去2人世界吧，你们放心吧，这孩子们我这边都可以来带了。那很不好意思，而且在我们去之前，他们其实那几个男孩子都一直在等我们，在保龄球场。对，这个 play date 也不像我们国内，好像说你要送一样东西，给人家妈妈感谢。当然，我们是习惯性的，就是带了一些礼物过去。没想到人家妈妈是特别的有心，还特别给我们发了这个感谢的这个 message 给我们，感谢到我们。我觉得整个他做这件事情就是不求回报。而且他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我所组织的 play date 就是为了让你们爸爸妈妈放轻松，然后我来让这些孩子们有一个很开心的一个体验就可以了。这个听起来也是有一点傻，真的是。对，而且他出发点的重点是不是他的儿子，是另外一位男孩子感到新入学的孤单，他干脆就幼五幼以及人之幼把那些把咱们几个新来的男孩子都叫到一起去玩了。对的，还不止1次的安排。对，已经是第3次了。短短的3、4个月，已经是3次安排好了。但他后来跟你中间也会有一些你们私下的一些沟通，也让你感觉那种忠厚的傻劲儿，让你有些感动，是吗？对，我觉得就跟他在一起聊天的话，他虽然是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但是他从小学习的是英文。我们用英文交流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长期在国外生活的经验能够给我很多启发。他是那种比较开放的一个思维，他不会像我们中国女性加诸在自己身上有很多的这种枷锁。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他经常在我们 WhatsApp 的家长群里面，会有一些提醒，做了一周到的提醒，比如说有游泳课了啊，前一天大家要准备好哦，游泳衣要 pack 这些啊，我们要带一些毛巾啊，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去露营啦，露营的这个装备的这个清单我给大家再发一遍啊，对吧？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看到其实很少有人去应和，但是每一次只要我看到，我一定是去会给他点一个赞，然后表示一下感谢，因为我觉得太少人在做这件事情了。这个班级群里面有40几个人，这个妈妈是一个新来才6个月的妈妈，她在做这个事情，真不容易。对，我们其实讲完她的故事啊，我想到我们其实也分享过在视频中很多一些和那些小店家、小商贩打交道的时候感受到那些令人感动的事件吗？你觉得像那些陌生人之间以及跟他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小商贩可能你跟他之间还是有一些可能将来会要做生意的这种，但是你跟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妈妈之间，你感觉建立的是一种纯友谊。比如说这一次去他们家玩，除了送了他我们准备了一些这个糕点之外，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耳环。他非常开心，他立刻就拆开来了。那个你是特地买了送给他的？对，然后他立刻拆开来，立刻就戴上，然后他问我说：“你觉得好看吗？”我特别喜欢，就是你感觉这是一个朋友，就是你好像交到了一个新的女朋友这种感觉。是，我也觉得，因为平时那些商家已经让我们很感动了，就他不是说他要最大化在你身上赚到最多的钱作为第一目标的，他还是把人情味那些义和这种义气把它放到那个更高的地方，让你感到很舒服。可是这样的朋友，我听你讲起来就是完全不计这些得失的，用真心来换你的真心的，并且他能够想到其他人会有些什么困难，然后他能够做什么去帮助别人。一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嘛，其实是一个平凡的人物的平凡小事。就我以前公司的马来西亚的同事，其实他是搞技术的，我是做人事的，我们也没有太大的交集。但他知道了我要到大马来之后，
我特地去把和他的沟通记录那些 WhatsApp 都往前翻了一下，昨天，然后我就发现他真的是做了好多事情。就是来之前，他从教我这个 Smart Tag、RFID 和 Touch and Go 到底入口有什么区别，然后到下哪几个常用的 App， 然后到该上哪些 Mall 去看一下，哎，他都罗列得非常清楚。我们到了之后，那时候不是正好是春节嘛，没啥事干，上什么公园去逛啊，哪里在打折啊，然后年初几他说你要看灯会啊，上什么？哎，我说我住在乡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灯啊。他说你要到市区什么什么地方，把地址介绍，然后还写了很长，用手打写了很长的东西给我。这个是我觉得他真的是给了我好多啊，就多到我都有点，他每发一次我就会有不好意思的感觉，而且他每次都会会说 bro 或者是 brother 什么 brother William 什么什么样。我一开始还在想，他说，他每周日呢和他太太去Sunway Pyramid 做他们基督教的这个义工。我想，那我知道了，可能是因为他信教啊，所以他叫我 brother 兄弟嘛，可能是这样的。那么他对我这么好，是否等我来了以后要拉我去这个入教会？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叫 brother， 都是 bro， 而且他从来也没有跟我讲过超乎这个纯帮助我之外的事情。你还记得就我们刚到马来西亚有一次晚上吃了妈妈，然后3个人凌晨3点集体拉肚子嘛，在厕所互相冲撞。第二天就是他告诉我的，他说首先说 brother， 他很那个 sorry 啊，听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帮我去查，他说你知道啊，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对他们的卫生规范啊是有 ABCD 的等级的，分别代表什么意思，那个卫生的网站在哪儿，还跟我说你下回啊至少要去吃 B 级以上的就这种我觉得也是一种傻，就跟你那个案件很像，就完全不是在计较个人的利益，完全是出乎对别人的关心才会这样去做。那你分析一下，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傻劲儿呢？身上我现在开始说傻真的就纯是褒义的，就你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还是一种淳朴吧。我觉得他们的社会不像我们小时候，父母会告诉你说外面的世道很艰险，坏人会很多。是，就父母从小就会告诉你说，如果不怎么样，比方说你不好好学习或者什么不乖，那你有可能会被人卖掉，被人捡走，对吧？有可能会怎么样？就是这种恐惧是有。然后走在路上，我爸就会教我说，你要左顾右盼，要不停地摸一摸口袋，因为有人会偷你东西。外面你一个人出去就有可能会被人抱走，有所谓的叫人贩子。我们从小就听到这种，我倒是很认同。有一个观众在我们下面留言嘛，他说他们也是经历了一些抗争，但华人终于能够很好的把这些儒教的精神给保留下来。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有很深的感受，跟我以前学的《论语》里面子曰的那些东西就是一样的。你看他说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富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德不孤，必有邻。这好像能够回到那种孔子所向往的那种美好社会的感觉。但也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别人知道我们是外国人，所以他也像我们频道观众留言一样，他因为知道我们是远道而来，包括包饭老板也是，他知道我们不容易，是，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帮到我们一程，他们就愿意来帮我们一程。是，比如说我另外一个在学校里面认识的这个也是大马的一个高年级的妈妈，我们因为一起加入了学校的 Parent Teacher Committee， 她有一天单独约我，然后说要请我吃早饭，然后领我认识一些新朋友，然后她就问起了我说签证，我听说你去抱怨了学校的签证的问题，你后来解决了没有？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她还给我发消息，她说你知不知道有一种 MM2H 签证，这个可以一劳永逸，比学生签证更方便。哎，我就是觉得说，人家一个大马人也不了解这种签证的事情，他在为我关心这个事情。而且当天，我们两个在学校见面之后，他找我谈了之后，最后结尾是他拥抱了我一下，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对，他拥抱了我一下，然后说 "Good luck， 一定会没有问题的。"我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和对外国人呢是一定有关系的，因为他知道你更需要帮助，他的帮助的程度会加深。但是我想说的这种傻，是他的这种
做事的态度，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人说，哎，我对外国人特别热情，我是这样去展现他做人的一些本质的，但是对他的邻居、对他的朋友，他就完全是另外一副嘴脸。这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只是程度有所加深嘛。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他就是这样来做事。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前2天你采访这个包饭老板，他说到的一个报效。他们可能文化里面是不是从小父母也告诉他们要有这个报效的意识？报效可大可小，可以从捐功德，也可以从善待你身边人，或者说是给予陌生人一些帮助开始。是因为它整个社会我觉得还是有这种文化和一些宗教的，他们是他社会的一个底线，把它会抬得比较高。以前只听到过西方社会，就是在某一些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社会，他信奉一种叫涓滴效应，就他们认为说我们可以支持富人，那些富人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财富以后，会回馈社会，让整个社会群体变得更好，所以他们有那种比较正向的精神。但是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哎，华人社会是这么样去做的，他们也拥有这样去报效社会、报效社区，然后去善待邻里、朋友、外国人一样的，就是每个人你都把周遭的这些人都把他们带好、处理好，那小的点就会连成一片，小的片会结成一个网，整个网又会变得很牢固。所以这个环境的话，大马是很养人的。我相信在这个地方越久，我们也能够去融入，我们也会去学会、去改变、去操练这一套大马人给到我们的善意，然后我们也去回馈这个社会。其实对我也是有影响的，有一些我已经分享过，像我们去支持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啊，然后在这边跟人相处，我觉得会让人变得更加纯粹和自然。就哪怕是一个陌生人，我可以没有什么心防的跟他聊上几句。你的朋友如果提出一些什么需求，或者你为他想到了一些什么，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应该把义字当头，放到最先，想想看他需要什么，就主动去帮他。我比方说，我多了一个扫地机器人，我就送给了那个朋友，好像让我回想到小时候那种大家很崇拜的、向往的一种精神，就是那种侠客的那种意义，就是你做事的方式会改变。也会打破一些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屏障。那现在如果在外面吃饭啊，或者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根本第一考虑就不会想他是真的假的，或者说我是否该帮助他，而是他有这个需求，那就掏一些钱，反正对我来讲不是多大的负担，但是说不定真的可以帮他度过一天或者是一餐也行。对啊，就像我们的朋友 John 最近开了他的新生意，可能生意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也去支持了他很多次。对，其实每一次都是多付一点。对呀，也就是微薄的力量，就是去支持他吧。其实我也感觉到他这个是不容易的。是，这个是大马教会给我的这种，我原先只在书上看到，但是重拾的这种这种人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然后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是金钟的钟，恕就是宽恕的恕。钟的写法是上面一个中国的中，它最早是一口钟的这样的造型，就是不偏不倚，有自己的原则，下面是你的内心。而恕上面是个如，如在古文里就是去的意思，就是去你的心，去我的心，来去自由。我觉得如果这个叫傻的话，我都要情愿在大马做一个傻人，并且在我去的任何地方都想要发挥这样的一种忠厚的精神。哎，那你有没有碰到过那些让你觉得不是这样的，太过精明、不傻的人？搬过来的时候，第一天就跳闸了，家里所有没有电。这个印度房东找了一个印度的这个维修工人，这个印度维修工人维修起来的这个声势非常浩大呀，简直像在直播一样，边直播边修。然后呢，修了几号之后说是直播啊？你说是？他好像在跟那个房东就是在视频，告诉他啊，我在很忙啊，我在修这个，我在修那个。然后修好之后，他跟我说啊，这样啊，你来检查一下我是不是每一个都修好了。然后要求我拿这个电吹风，然后每一个插头都插进去，去试一试。就是没有检查我们家的这个淋浴器的那个开关。结果他一走，没有热水啊，我们洗了2天冷水澡啊，你还记得吗？
根本就没有修完。结果展示能力很强，可以做销售总监啊。对，然后折腾了我2个小时啊，所以他后来又上门了2次，还是修不好嘛。最后就找了一个华人的一个维修工人，人家话不多啊，就是30分钟，站在这个电表箱门口，告诉我说，这个淋浴器的总闸没有推上去。哦，难怪。对的。然后他说换掉了2个完全正常、完全好的这个电闸，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对这个事情我感觉非常不好。但是我觉得总体的基调啊，它的这个社会还是让人生活的非常舒服的。像有一个观众说，一种米养100种人吧。所以我得出的经验就是，那应该做米，要发挥米的精神，你去养别人就好，就有自己的原则。对，我真的不要觉得说傻是一个贬义的词。如果这个叫傻的话，我情愿一辈子做傻人。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说给小孩的定位是什么？就是坐在路边鼓掌的人，这不就是种傻劲吗？你去支持别人的这个发展跟成长，你能够懂得欣赏别人，也是一个会自己生活得很快乐的人。